司马懿明知是空城计，为什么还会带领大军离开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，不走就只剩下死路一条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空城计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公元228年，诸葛亮被司马懿的大军围困，当时守城的士兵都被派了出去，城中呢只有2000人，且这些人大都是老弱病残。诸葛亮想要用这点兵力对抗司马懿，无异于是痴人说梦。对此，诸葛亮也是心知肚明。表面上看呢，司马懿已经是势在必得了，可诸葛亮是谁啊？才智超群的他，又怎么会甘心就这样输给司马懿？于是他和司马懿玩起了心理战术，给对方唱了一出空城计。后世提及此事时，也纷纷直呼诸葛亮是活神仙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诸葛亮虽然才智超群，可司马懿也绝不是一般人。他真的没有看出诸葛亮是在唱空城计吗？这种可能性很小，毕竟司马懿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也是出了名的老狐狸。那既然他已经看出了诸葛亮是在和他玩心理战术，为何还要撤军呢？因为他看到了这背后的杀机。如果此时的他不撤军，等待着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司马懿背后的杀机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让他放弃活捉诸葛亮这件事呢？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，空城计并不是诸葛亮的首创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有人用过了。当时楚国国君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妃子，名叫文夫人。楚文王去世的时候，文夫人还比较年轻，于是呢，楚文王的弟弟公子元对自家嫂子动了歪心思，想将她占为己有。为了能够让文夫人对自己打开心门，公子元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奈何不论他做什么，文夫人都不为所动。最终公子元决定用建功立业的方法来让文夫人打开心门，便亲自带兵去攻打郑国。当时郑国的各方面都不如楚国，所以公子元刚出征就一连攻下了好几座城池。意气风发的他直接逼近了郑国国都。眼见郑国国都就要沦陷，此时郑国上下开始商量起了对策。有人认为呢，应该纳款请和，有人认为应该拼死一战。就在郑国国君左右为难之际，一位名叫舒詹的上卿站了出来。他认为不论是议和还是拼死一战，都不是最佳的做法，最好的方法是向齐国求援。但是齐国的军队赶过来也需要时间呢，所以在此之前呢，应该想办法拖住楚军。那么在齐军到来之前，舒詹究竟会用什么办法拖住楚军呢？他的计策是命令城内士兵全部埋伏起来，城内店铺也照常经营，然后把城门打开。公子元看到这种情况时，心中也是十分疑惑，便命人去打探消息。结果发现城内确实有郑国的士兵埋伏，而且齐国的援军也已经在路上了。公子元一听，哪里还坐得住？他心想，反正自己已经打了好几次胜仗，文夫人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本事了，便连夜撤走了军队。郑国的危机也得以解决，这是史上首个用空城计的案例，比诸葛亮早了近1000年。而诸葛亮的空城计便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改良。他先是在4道城门口安排了各20个士兵，让这些士兵扮成老百姓的模样打扫城门，然后独自一人坐在城头上抚琴。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安排似乎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只要仔细一想，就会发现漏洞百出。首先呢，古代的城门确实是要经常打扫的，但一下子安排这么多人去打扫，属实有些不正常。更何况人越多，露馅的可能性就越大。诸葛亮一下子安排了80个人去打扫城门，其中虽然有临危不惧者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在面对司马懿的大军时做到淡定自若。一旦有人心生畏惧，就可能会露出马脚，让司马懿看出事情的蹊跷。其次，诸葛亮坐在城头上抚琴就更是离谱了。就算是空城计的首创者舒詹，他也不敢就那样一个人站在城头上。虽然说站得高看得远，但是与看得远相对应的也是极大的危险，因为古代打仗最常用的兵器就是剑。
诸葛亮坐在城头上抚琴，可能会让司马懿摸不着头脑。不过实际上司马懿只需要找个剑法好的士兵，对着诸葛亮射一箭，然后再看看城中的人是什么反应，自然能够见分晓。再有就是，如果司马懿觉得一切不能轻举妄动，那就干脆围而不攻，围他个10天半个月的。此时就算诸葛亮再喜欢抚琴，也不可能一直抚下去吧。种种迹象都说明，诸葛亮的这出空城计确实是太假了。以司马懿的头脑，又怎么看不出这是一出戏呢？诸葛亮之所以敢这么做，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出戏很假，而是因为他和司马懿已经是老对手了。他也早就知道司马懿根本不敢杀自己，更不敢就这样攻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司马懿再怎么厉害，他也只是曹魏的一个臣子，在他上面还有曹魏的皇帝。一旦有一天他失去了价值，曹魏皇帝就能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命。司马懿身为一代谋臣，又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所以不论如何，他都要让自己处于被皇帝需要的境界中。他也清楚地知道，只要蜀汉还在蹦跶，那么曹魏的皇帝就不敢拿他怎么样。毕竟呢，在曹魏像他那样会打仗的人还真不多。虽然蜀汉在的时候他需要去前线卖命，但就不会有被皇帝杀害的危险。可是如果蜀汉的老丞相诸葛亮被生擒了，又或者被杀了，那么蜀汉也就走到了尽头。此时司马懿虽然有功劳，可也会面临无仗可打的境界，在朝堂上也会功高盖主。试问自古以来，哪个皇帝会不忌惮功高盖主的臣子？且当时司马懿手中的势力其实是不足以和小皇帝抗衡的。也就是说如果诸葛亮真的死在自己手下了，那么自己离死期也就不远了。所以他宁可假装自己没有识破诸葛亮的空城计，也不愿意让自己处于功高盖主的危机中。毕竟他懂得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的道理。这就好比当初诸葛亮没有听魏延的进行偷袭，选择了正面进攻。他不是不认同魏延，而是他根本不想灭曹魏。如果曹魏被灭，大汉恢复，那么诸葛亮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诸葛亮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预判了司马懿的预判，设下空城计，也不过是给司马懿留个面子。世人提及诸葛亮，总觉得他聪明绝顶，史上谋臣千万，而诸葛亮的知名程度超过了绝大多数人，甚至能够排进前3。每次提到与诸葛亮相关的故事，都会给人一种十分玄乎的感觉，甚至觉得他会做法。毕竟呢，他总是能给人来个超级逆转，就好比后人津津乐道的空城计，不少人都因此称他为活神仙。殊不知司马懿和他相比也逊色不到哪里去。当时司马懿的处境是需要蜀国的存在的，只有诸葛亮这个可以与他抗衡的人活着，他才能够保全自己的同时暗度陈仓，好实现自己的宏伟之志。他与诸葛亮之间也有那么几分惺惺相惜的意思。后来诸葛亮离世，司马懿失去了可以与他抗衡的人，便只好在曹魏装病示弱表忠心，一直隐藏自己的野心，熬死了3代帝王，这才有了后来司马家的天下。倘若当初空城计时他生擒了诸葛亮，后面可能也就不会有3马同槽了。